这个男人是亲手砸碎维斯塔潘的冠军奖杯的邪恶青蛙，而他靠的并非赛车，而是一瓶庆祝香槟。他也是围场上最怨种的年度亚军。成绩好是车快，成绩差就是人才。即将连续2年稳居前2的他，依旧无法获得认可。欢迎来到车坛故事，本期为你解锁迈凯伦太子爷兰多诺里斯。1999年，诺里斯出生在英格兰布里斯托尔。起初，他的偶像是传奇摩托车手瓦伦蒂罗西，但最终他选择了4个轮子的卡丁车作为他追逐速度极限的坐骑。9岁登上赛道，14岁获得英国 F4 冠军，17岁称霸欧洲 F3 赛道，并成为迈凯伦的试车手与预备车手。为此，他被称为迈凯伦的太子爷。2019年，他在澳大利亚站完成了自己首个 F1 比赛，而这座盛产考拉的国家从此和诺里斯产生了命运的羁绊。奥地利站由于汉密尔顿被罚，诺里斯晋级登上领奖台，成为 F1 史上登上领奖台第3年轻的车手。但这种阴差阳错的登台方式，仿佛也暗示了他生涯成就的争议。随后几年，他在车手积分榜上稳步上升，开始在速度上逼近维斯塔潘、勒克莱尔等顶级车手。23年更是连续在新加坡、日本、卡塔尔和美国4站登上领奖台，但略显急躁的驾驶风格让他总在关键时刻离完美一线之隔。而他的急躁不只局限于围场，赛场外的诺里斯也是个急性子。23年匈牙利大奖赛获得亚军的诺里斯急于打开香槟，直接震碎了冠军维斯塔潘的奖杯，堪称年度抽象现场。直到24年迈阿密站，诺里斯才收获生涯首个 F1 分站冠军。但这一年开始，迈凯伦的赛车性能过于碾压，让他的冠军含金量饱受争议。更令诺里斯焦急的是，还没有时间为这座冠军庆祝。他的新队友来自澳大利亚的新基考拉皮亚斯特里就在2个月后的匈牙利站夺冠。曾经以少年天才闻名的诺里斯已经感受到了后浪的压力，前面的维斯塔潘还未超越自己，迈凯伦第1车手的位置却已经岌岌可危，这让他本就不够稳定的心态变得愈发急躁。而心比天高的皮亚也不满足于担任诺里斯的2号车手，双方内斗愈演愈烈。曾经的诺宝也在各种明争暗斗中成为邪恶大青蛙，而最让他遗憾的或许就是24赛季最后一站。虽然他获得了杆位，但维斯塔潘获得了年度车手总冠军。站在年度亚军的领奖台上，诺里斯的失落达到顶峰，这也逐渐成为他的心魔。25赛季，迈凯伦的火星车碾压众生，令他们的2位车手一骑绝尘，队内采取自由竞争的策略，两人的竞争更趋于白热化，甚至在加拿大站上演撞车乌龙。而焦急的诺里斯失误频出，在积分榜上始终落后于皮亚里斯特。如果不同车队间可以归咎为赛车性能，那么同样的火星车落后就是最大的失败。面对内部竞争与外界质疑，诺里斯反而逐渐放平心态，反而在最近的比赛中与考拉互有胜负。这也是 F1 恒古不变的真理。一味的加速并不是真快，只有掌握节奏与环境的变化，才能创造最快的速度。最后我想说，诺里斯不只是迈凯伦的太子爷，更是一位在速度与压力、期待与非议中不断重塑自我的当代 F1 精英。他的故事远不止于青蛙与考拉的队内戏剧，他是一个仍在进化中的车手，一个在极速世界里寻找属于自己节奏的年轻人。他的比赛仍在继续，而他的故事正是赛车运动最动人也最真实的一部分。唯有驾驭好自己的速度，才能真正超越一切争议。